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最近台湾当局搞的一个机构叫台湾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公布了关于中正纪念堂园区转型方案。在这个方案中呢，他们建议移除蒋介石铜像，此举在国民党中呢引起了轩然大波。目前国民党正在进行党主席的改选，国民党党主席的选举的目的是为了在2022年赢得地方选举，2024年赢得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大位。就在国民党这几位候选人仍然在强调要维持现状，仍然想翻身拿回政权的关键时刻，民进党却打出了王炸。如果他们把蒋介石的铜像给拆了，等于就是挖了国民党在台湾的祖坟，因为蒋介石的祖坟现在还在中国大陆。如果中正纪念堂内的蒋中正的铜像给拆除了，可能就会进一步让国民党边缘化，并导致国民党的激烈反弹，台湾社会也会因此而进一步分裂。民进党搞这个动作，他追求的目标就是要在台湾永远一家独大，把国民党彻底打死，让他们失去翻身的机会。可以说，这是台湾地区台独势力嚣张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一旦这个措施落实了，那么国民党这个百年烂党将会走向何方呢？有这么几个可能：一呢是国民党会力保蒋介石的铜像不被移除，就铜像的这个事件呢，与民进党展开争斗；第二呢，国民党也许会发动民众上街抗议，与民进党进行历史性的决战。前几年，民进党利用太阳花运动，曾经把国民党打得很惨，都快活不下去了。那么，如果国民党被逼到了绝路上，那么会不会也采取同样的方式和手段奋起反击呢？那么第三，在国民党失去执政希望的情况下，其党内部分主张统一的党员会不会变身支持统一呢？从目前情况看，国民党之所以还想维持现状，就是认为还有一线的希望拿回政权。如果连这一丝希望也没有了，那么还不如直接和大陆合作，实现两岸统一。其实国民党的高层如果能够认清形势，早一天走到完全支持统一的道路上来，反倒有可能在历史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如果等到中国大陆要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的那一天，还要你们国民党干什么？第四，国民党如果就此问题忍气吞声，将彻底沦为边缘化的政党。民进党为什么非要这么干？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推进文化台独，将台湾与大陆进一步的切割。国民党呢，还有另外一条反击路线，就要求拆除日本殖民地时期以及民进党所设立的一些标志性的日本神社和纪念物，比如说八田乙喻铜像。否则，如果民进党这次的提议得逞，那么下一步他恐怕还会建议拆除蒋经国的铜像。再进一步，那么是不是还要拆除蒋经国时期设立的工业产业园，包括台积电等一系列企业，是不是也要跟着拆除？毕竟这些成就呢，都是在蒋经国时代的规划下发展起来的。民党这次动作，实际上呢，就表明他企图长期在台湾执政，而且在谋独的道路上，现在已经是越走越远了。中国大陆现在估计已经不太在意民进党的这些小动作了，因为对一个病入膏肓的人而言，吃药已经没有用了，未来直接化疗才是正道。那么什么是直接化疗呢？其实台湾当局的领导人心里很明白，一旦开始直接化疗，那就是中国统一的历史进程开始了。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